扎nov日内现在究竟在哪儿？盛传呢，扎nov日内被俄军炸死了。之后呢，扎nov日内究竟在哪里？他是否身负重伤，正躺在军医院里奄奄一息吗？因为长时间没有露面了啊，传说很多。最近呢，电视上首次出现了关于他的最新消息，说乌军总司令扎nov日内受重伤。那据俄罗斯电报频道报道呢，目前扎nov日内身负重伤，正在军队医院接受治疗。军事记者鲁登科援引乌军高层领导的消息，说乌军总司令扎nov日内正在军队医院里面，状况严重，生命垂危。扎nov日内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军东部集群的一处指挥部遭到了俄空天军的袭击，身受重伤。扎nov日内负伤会对乌军产生影响吗？扎波罗热我们与俄罗斯在一起运动主席罗戈夫认为，显然扎nov日内的健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状况堪忧。他的缺席呢，已经对乌军士气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黑客组织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之王，他的代表说，5月初在俄罗斯空天军对乌军指挥部的导弹打击中，扎nov日内身负重伤。5月20号出现了扎nov日内在国际科学日会议上讲话的视频，但是背景呢十分的模糊。罗戈夫指出扎nov日内过去和现在发生了非同寻常之事。我倾向于认为这涉及他的健康。他与泽连斯基的关系呢比较微妙，不可能玩寻找扎nov日内的游戏，这将对乌军的士气产生重大影响。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呢远远高于泽连斯基，他们不可能允许这种游戏。西方国家要求他经常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因此呢，即使他还活着健康，也一定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夺取巴赫穆特之后俄军对乌克兰领土实施了一系列的打击。据当地媒体报道，乌克兰多处，比如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州、基辅控制的扎波罗热州的部分地区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根据俄罗斯之春军事记者报道，这是俄军首次对乌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目标实施强大的突击。据说当时动用了哈101、哈22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天竺葵无人机，爆炸的总数不少于16次。军事记者报道呢，此外还打击了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州的目标，其他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继续完成自己的任务。尼古拉耶夫州也发生了爆炸。乌克兰社交网络上有留言说扎nov日内已经死了。这个版本说此事发生在恰索夫亚尔，当时这位乌军总司令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厅的主管国内和人文政策的总顾问季塔连科刚刚到达这个地方就遭到了打击。但是这个消息呢没有得到乌克兰官方的认可。俄罗斯空天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轰炸了恰索夫亚尔的几处地堡，造成了多人死亡。根据乌军第93旅的领导通报说，这个恰索夫亚尔地区呢，由于遭到轰炸，总统办公厅的主管国内和人文政策总顾问季塔连科丧生。现在这位乌军总司令似乎拒绝与北约的将军们就前线的紧急作战态势进行视频通话，即有可能故意躲起来了。了解乌克兰力量对比的人不相信扎nov日内连参加视频会议的几分钟都腾不出来。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俄乌冲突会议开幕式上对同行说，昨天呢，我收到了乌克兰扎nov日内总司令的来信，他通报由于地面的作战形势非常紧张，他甚至无法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参加北约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专家们不相信扎nov日内的北约高级官员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视频会议是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即使是斥责乌军的这些将军们也会以闭门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假如扎nov日内安然无恙，他没有任何理由不与赞助国会面。一位著名的博主沙里在自己的社交网页上这么写的，说关于扎nov日内已死的传言呢，99.99%的概率将以公布他的遗像结束。有传言说，泽连斯基认为扎nov日内对自己的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支持力排行榜上呢也超越了自己。特别是乌克兰国内经济危机严重，又在巴赫穆特遭到了惨败，泽连斯基感到自己可能被取代。如果乌军反攻失败，华盛顿可能要求他与莫斯科谈判。这样一来，泽连斯基团队可能是故意派扎nov日内去恰索夫亚尔
明知他在那里遭到打击的概率很高。现在只能等待扎德日内死亡的传言要么被确认，要么被否认。但无论怎么样吧，在乌军反攻可能遭到惨败的背景下，乌克兰内部的斗争明显在加剧。好，这句话题我就说到这里。